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开箱。其实这个东西我已经酝酿了很久要买它了，但是由于它价钱高，所以我其实一直也在考虑，就是我会经常用到的一个东西。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噔，我是在实体店买的这个，因为我距离苹果店的那个商场非常近，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已经猜到了，就通过它的这个袋子的这个体积，你应该能大概判断出来。因为我是要做开箱的，所以说当时我买的时候那个店员就没有给我打开，所以我现在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开箱视频。我买的这个电脑呢，它是14核 36GB 1 T 的这个 MacBook Pro 的 Max。 我到了店里之后呢，其实他们那个 Apple 店员，因为我跟他说我是要做自媒体，然后以视频为主，可能还是长视频为主，Air 都不用考虑的。所以说 Pro 呢，就是因为它现在已经出了这个 M3 的芯片嘛，就是已经有 Max。 对，而且我买的这个是14英寸的 Max， 就是有博主会说它有发热现象，所以我当时也是在犹豫，然后那个店员他们就会说这两款就是 Pro 跟 Pro Max 它其实都是够用的，你用 Pro 其实也可以了，但是要是好一点的肯定就是 Max， 它可能用的时间更长一点，速度更快一点。我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决定了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打算，我不会就是去考虑它是之后会把它卖掉啊，或者是再置换啊，因为我也不是经常做数码博主的人，我不需要经常去测评新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就要经常换代的那种。所以我买的这个机器呢，我会自己去一直用下去，也希望用很长时间的这个状态，就是也可以同时来看一下这个电脑确实有没有像其他博主一样说的这个问题。他们是用个综合的测评，就是很技术很专业的，但是我希望我的测评呢是一个站在一个 Vlogger 的一个做视频的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可能不会去经常玩那种游戏啊，一些那种问题，专业的问题上我可能是测不了的，但是我可以测一些做剪辑视频上的一些东西，看看是否真的很好用。介于我估计我应该是会继续的去把我的视频做下去，而且努力的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还是下定决心买了这个 Pro Max 的这个 MacBo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开箱。好了，那现在我已经下载好了剪映的这个专业版。我们在试用这个软件的之前呢，就是你刚买到机器，我的建议是要调整一些它里面的设置。那比较重要的，我来先说一下。首先就是要把它那个触控给它调一下，设置里边的最下边的触控板里的轻点要给它打开，这样你的 MacBook 的触屏就会比较好用一点。然后呢，把它这个点按可以调到最
脆弱，点的越轻它也是会有反应的。它的跟进速度你可以给它调的更快一些，因为我已经调好了，我刚开始就是弄到最大的这个时候它就会非常滑，那你就可以再往回调一调，然后把这个滚动缩放这里边的都打开，这样的话它也是会有一些像手机一样的这种操控。然后我们再来点击辅助功能里边的指针控制，找到触控板选项这个地方，要把这个打开，然后在它的下边要选择3指拖移，然后点 OK 就可以了。这样你的鼠标它就会非常的灵敏，然后有很多的这种触控的功能。如果你是近视眼，比如说像我一样我这样不戴眼镜看的话，可能会感觉字有点小，那所以我们就要来调一下它的那个字体，就是在显示器的这里边，它现在这个是默认的嘛，你可以给它自己去调，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 OK， 就感觉你像在用了16寸一样。调好了以后呢，如果你有显示器，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 iPhone 的 iPad 或者是其他电脑，你也可以给它连接，把它变成这种用双屏幕移动的这种。那你给它设置好了之后呢，它其实用你的鼠标也可以这样互相的去移动。我们就需要在你的这个通用里边的这个共享里面要把这些东西打开，尤其是你的这个什么蓝牙呀，远程是不要打开的。然后同样的把你的大的这个，像我的这个，它也是要打开的。那它的这个通用共享它是要打开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之前我的电脑有开这个远控管理，然后把这个远控管理要关掉，你才能打开这个屏幕共享，你才可以去往下连。你也可以去给它做镜像的功能，然后可以把这个投到你的电脑，但我觉得做这个屏幕共享会更好用一点，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照片，比如说这张照片给它往下拉，然后你就可以拉到它，你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共享屏幕来完成，这样就感觉多了一个显示器，就比较 OK。下面我们就要来测试一下这个剪映的专业版。那我已经在这个我的这个新的电脑里和我后边的这个我都装了同样的视频，然后我要同时给它打开。我们将在同一个视频在不同的电脑里去测试一下它的功能跟它的使用方法是不是不一样。那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文字的这个读取，我们点它，然后有一个这个智能剪切的口播，那我同样也是点开智能口播，然后他们两个人同时分析一下。OK， 现在它两个电脑测试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它的这个测试的是呢，停顿有58个，然后语气词有114个，重复有19个。大的电脑测出来的是语气词有201个，而重复有34个，然后停顿有20个，这是为什么呢？但是我觉得剪映的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可以让你很快速的去纠正，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觉得是错的，然后你就可以给它取消标记，都整理好之后你直接点删除，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它两个电脑的颜色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它会比较暗一点，然后像素会比较大一点。一只鹰也在树枝上综合一。那下边的这个呢？然后呢，在松枝上。那我们能看到它两个显示器的这个像素也是非常差的，会很大，但是可能它之后读出来就没有这么大的区别吧。我们再来测一下它的这个降噪。我看到过其他数码博主他们有说过，苹果电脑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在做视频加特效或者是降噪这方面，它的这个速度会降低很多，或者是甚至于说会卡。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同样的这一段，然后我们点开它，我们要在它的侧边的这个降噪的这个地方给它加上视频降噪，然后在它的音频给它加上响度一致和人声美化，还有音频降噪啊，我觉得这几个功能相对而言说它都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在14寸也同样加上它的这些功能。
他们都在等待读取。那我们现在可以微微的听到这个电脑也是开始声音会大一些。然后我用手摸了一下，它的这个热度呢是由这个键盘从这个缝隙里面去往上散发，也就是说它这个缝其实它是出热气的，然后键盘的中间是热的，就是在这个范围是热的，两边其实还好。我们现在只是截取了一小段的这个特效功能，也就是说现在的 Pro Max 它其实在处理这个东西上，它的风扇的这个声音呢其实还好，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大。我也没有开启那个他们所谓的玩游戏的时候要开的那个特强的这个高能号，它就是普通的这种运转。风扇的声音没有特别加强，但是热度会随着它的这个特效运转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热在这个地方。所以14寸的这个散热问题确实是值得去再研究再去解决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做一些比如说特别多的特效，然后呢或者是去玩那种大型的网络游戏，我觉得会比我现在测试一个小的这个特效它会更严重，它热的时间会更长，虽然它快，但是它还是会热。那怎么办呢？我这2天测试之后呢，我找着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非常 OK， 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小风扇，这就是我买的 Muji 的这个风扇，它呢就特别适合解决它发热的问题。为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折叠的。我们先把它打开，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电脑的旁边。可以把它的头轻轻的往下移，它的这个角度，它正好会吹在这个缝隙里，然后顺便把这个地方和中间的键盘都吹得非常的凉快。我觉得苹果公司可以在买这个电脑的同时，你可以赠送顾客一个 Muji 的电风扇，我觉得也是 OK 的，因为它这个电风扇也是非常的静音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品牌，但我就是手上有这个，我突然之间我就发现了它，然后我就吹风扇，吹了一会儿之后，这个地方会非常的凉快。我只是开了1档，因为它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外皮它是一个金属的嘛，所以它本身它就是散热性比较好，然后再加上一个外界的吹风，我觉得它就会效果非常好。它机器的这个运转的这个速度呢也会更快一些，它就会比你不吹电风扇要快很多，因为我已经试过了。如果你是玩游戏或者发热的小伙伴，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这种方法，也许可能会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案啊。那我们现在就要测试一个综合的一个视频，也是跟刚才一样，找到了2个同样的视频截段，然后呢，我们将要把它这2个视频截段的字幕，还有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特效，把它的画面特效改成了视频降噪，然后音频呢，我勾选了人声美化和音频降噪。我发现了它这个14英寸的 Pro Max 的这个剪映呢，它里边没有这个 AI 补帧的这个选项，但是在这个大屏幕它是有这个 AI 补帧的这一项，需要先让他们这2个电脑都要把它的特效给它读取好。那我们现在来给它加一个音乐，然后再给它加一个滤镜或者是贴纸，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视频里面都会需要有一些这些东西。同样的，我们要在这个小的14寸也要给它加上。因为它的特效在读嘛，所以它的机器开始发热。我同样拿出我的小风扇，我的无敌小风扇，要给它来一个降温。OK， 现在我这个大的电脑和这个14寸的 Pro Max 已经都处理好。我选择的是它是 4K 60帧，码率是推荐 MP4 的格式，然后底下的字幕
导出也是勾选，然后我们点导出。现在来设置一下这个14寸的，同样的道理，点成 4K。 那这里呢，它有一个选项就是 8K， 我那个大的电脑里是没有这个选项的。那我们同样也是 4K 60帧，然后码率是推荐，底下的字幕，然后我们点导出。现在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出来 Pro Max 的进度条是非常快的，而上边的大电脑的它可能会慢一些，一个是 1.7%， 一个是 9.4%。 那我们可以看到读取速度是相当的快，基本上就是没有停滞的，一直在往前冲啊。键盘现在能听到一点声音，然后发热。我们来给它加上 Muji 小风扇，看来这个 Muji 的风扇真的是要跟它变成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了。你别笑。OK， 那么它将近是一个16分钟34秒左右的一个视频，它大概是用了也是15分钟左右，然后就把这个视频给它读取成功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的电脑，它才刚刚是 6.0%。那对于我来讲，从一个大的电脑然后升级到一个小的14寸 Pro Max， 从这个便携性然后到这个功能它的配置，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升级。除了这个发热的问题呢，其实都还好。 OK， 那我们现在来小的总结一下它的这个剪映的这个软件呢，它其实是非常流畅的，包括我在读取它的时候，然后我就随便去拉，它也会没有任何的停顿，非常的流畅。然后我会把它这样扩大的时候呢，它也没有任何的停顿。它的一手操控就是它3指，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手指给它去操纵，把它的视频拉过来，或者是说有一个大小的变化呢，它都是非常丝滑的，就算你把它剪掉，它也是非常丝滑的在运转，没有任何的等待。而且它的这个一指操控呢也比较的快速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除了它在读特效或者是有一些最后的一个影片的一个导出之外呢，剩下的时间在你去修片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发热或者是声响的，是非常安静的。就是一句话，钱花哪儿好，比我之前的电脑要快了非常多倍。所以我觉得用它修片还是非常有效率的。尤其是数码产品，既然研究出来它的这种更高的配置或者是更好的一些主板的话，它肯定有它的道理。所以说你为了用的长久，或者是为了用的效率更高的话呢，数码产品我还是建议肯定是买新不买旧。